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去买麻辣小龙虾，老板着急上厕所，让我替他看摊。好巧不巧，竟碰上高中同学聚会，昔日同窗都混得不错，宾利、奔驰、迈巴赫全是豪车。其中一位男同学瞥了眼我的小白鞋，甩着库里南车钥匙嘲讽我：“哟，宋清莹，还真是你！刚才路过我都不敢认，没想到啊，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曾经的高考状元都沦落到在夜市颠勺。”挎着爱马仕包的女同学更是捂着鼻子，满脸鄙夷。什么高考状元，也没听说他考上国内什么名牌大学。瞧他身上的衣服，都能抖出2两油了。站在他身旁，穿着香奈儿高奢的女同学柳如雪，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讥嘲我：“高考状元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宋清莹，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到我家当保姆，虽然赚的不多，但总比你在这摆摊强。”彼时，我的微型无线耳麦传来保镖队长急切的声音：“霍夫人，您身份特殊，不宜暴露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爱马仕包女同学说的对，我的确没上国内大学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被家族秘密送往国外留学。留学归来没多久，就和首富继承人霍山野联姻了。霍山野小我2岁，狗公腰，倒三角，年轻气壮，婚后生活极其幸福。我不堪其负，找了个借口说要母校看看。霍山野和家族都担心我的安危，派了保镖保护我。我好不容易甩了那些尾巴，偷跑出来买麻辣小龙虾，却撞上了这群爱装逼的老同学。要不是他们喊我，我早就记不清他们是谁了。我心里嘀咕着，礼貌地冲他们笑笑：“抱歉，我想你们误会了，这摊位不是我的。”我正准备告辞，开库里南的男同学拦在我面前：“宋清莹，在夜市颠勺赚钱没有什么，你不用觉得丢脸。”我还没开口，挎着爱马仕包的女同学将一叠现金砸在我脸上，一脸轻蔑道：“就是，都是老同学，别说我们没照顾你生意，今天同学聚会就在这办了，这1万块就当我们大家众筹捐款献爱心，不用找了。”我扫了那女同学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我1分钟1000亿上下，不需要这捐款。”这句话好像戳到大家笑点似的，众人大笑起来。我家族公司虽比不上霍山野，但好歹也在全国排前3，的确是1分钟1000亿上下。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。宋清莹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不配吃你做的东西？香奈儿同学曲解了我的意思。闻言，爱马仕包女同学环着胸，阴阳怪气轻嗤：“啧，不过就个在夜市颠勺的，高贵什么啊？你做的东西我们都没嫌不干净呢。”其他同学也纷纷嘲讽：“以前宋状元都不参加同学聚会，我还以为他现在多牛呢，原来是在夜市颠勺，不好意思来。高考状元有什么用啊？毕业以后还不是做厨子，给人当牛做马。就是，哪像我们啊，不用努力就继承家产。”香奈儿同学突然捂着鼻子尖叫一声：“咦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该不会是用地沟油吧？看这肉的成色，好像前些天报道的淋巴肉。宋清莹，你该不会是因为被我们老同学吃出来，觉得无地自容，才找借口开溜吧？这也太恶心了！宋状元真够没道德的，小心我找食品监管局投诉你啊！”我是怕保镖跟上着急离开，才懒得和他们废话，没想到他们还误会了。
我只好耐着性子解释，这摊位真的不是我的。这样，红字路那边有一家酒楼叫山清阁，那的东西虽然我吃腻了，但怎么说也比大排档好吃。你们去那报我的名，他们不会收你们钱的。我今天实在是有事，得先走了。我提着麻辣小龙虾，正准备离开，一辆布加迪跑车停在我面前，挡住我的路。车窗半降，高启晨双眼泛红，眼神复杂地凝着我好一会儿，随后又恢复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好似刚刚那一幕是我看错一般。还山清阁报你的名，整个北城都知道。那家酒楼是港城霍三爷为他太太开的，他太太家族有红色背景，那里只招待权贵，连我去了都得预约排队。宋清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的名字这么有分量了。高启晨是我高中时候的前男友，我为了不伤他自尊，隐瞒身份和他谈了3年恋爱，却在高考毕业那天撞见他和一个女同学相拥激吻。你说宋清莹啊，我早就玩腻了，等找个时间我就跟他提分手。那天我没等他提分手，就先甩了他，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，削了个苹果，把自己弄伤进了医院，全校都在疯传。女同学攻陷高少爷33小时，舔狗宋清莹血溅当场，那标题跟港媒一样辣眼。高启晨没帮我澄清，还和好兄弟打赌，不出3天，宋清莹那个舔狗肯定哭着找我求复合。可惜我没如他意，当天晚上就注销所有账号，消失在他世界，思绪回笼。眼前的高启晨勾了勾唇，当着我的面搂过香奈儿女同学，挑衅地看着我。宋清莹，你这么盯着我，不会是还对我念念不忘吧？不过可惜，我快结婚了，我女朋友你也认识，柳如雪。高启晨盯着我，期待从我脸上看到惊慌、吃醋、后悔，可是统统没有。他攥紧手心，眼底闪过落寞不甘。香奈儿女同学笑了笑，调侃说：宋清莹，说起来我也要感谢你，当年要不是你这个舔狗愿意分手，这会儿高氏集团太太就没我什么事了。我挑了挑眉，这才认出眼前的香奈儿就是当年攻陷高少爷33小时的那位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想多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如实说道，心脏猛地一沉。高启晨黑着脸扫了眼我空荡荡的手指，忽得轻笑：宋清莹，你不想在我这个前男友面前丢面，也没必要这么说谎吧？爱马仕包女同学跟着附和：就是啊，宋状元，你撒谎也不打草稿，你连婚戒都没有，还结婚？还是说你嫁的老公太穷，连婚戒都买不起，让你实在拿不出手？高启晨显然不信我结婚的话，他松开柳如雪，拿出一张名片塞进我衣领，眼神戏谑：宋清莹，你和你老公要是实在混不下去，不如让他来给我当司机，虽然赚的不多，但也总比他那个窝囊废让你出来抛头露面摆摊强。众人哄堂大笑，这就是当年我为什么和高启晨分手的原因。他永远一副高高在上施舍我的样子，和他这种人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我的确结婚了，我先生你们应该都认识，山清阁、霍山野。话刚说完，库里男同学就笑得前仰马翻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到底知道不得霍山野是谁啊？他可不只是山清阁老板，他还是全国首富，他太太是港城宋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说到这，库里男同学顿了下，又摇摇头，嗤笑一声：你该不会是因为人家太太跟你同名，
你才冒充他的吧？可惜喽，同名不同命，你死读一辈子书都不可能成为他。卑贱穷人永远是穷人，这一出身就注定了。算了，他们这群拜高踩低的人，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信。我叹了口气，语气平静，漫不经心。说完了吧？说完就让开。我提着麻辣小龙虾要往外走，身后传来啪的一声，瞬间数十辆黑车将我围住，车上下来一群穿着高氏集团工作服的保安。我皱眉，不明所以，转头看向高启臣。高启臣从保安手里接过棍子，对着摊位咬着后槽牙，朝我厉声说：当年你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告而别，现在又想一走了之。宋清莹，你怎么敢得？他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受伤的神色。我满不在乎笑笑。高启臣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想去哪就去哪，你管得着吗？柳如雪环着胸，看我的眼神像看条狗一样。你一个夜市臭摆摊的口气还挺狂。京晨现在可高氏集团总裁，这整条街都是他的，在这做生意就得听他的话。你说他管不管得着？今天只要他不同意，这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我眯了眯眼，有些不爽。长这么大都没人这么跟我说过话，就连霍山也在我面前都得乖乖喊我姐姐。气氛剑拔弩张时，着急上厕所的老板边掉裤子边提着跑过来出声阻止：高少爷，别砸别砸，这是我的摊位。高启臣呼吸一滞，他眸底漆黑，打量老板，抿直唇线，韵色渐浓。宋清莹，你跟我分手后就混成这样，自甘堕落 ，TMD 嫁给这么一个窝囊废。听这话的意思，高启臣应该是误会老板是我的先生。还不等我解释，老同学们又开始阴阳怪气挖苦我。宋状元，牛逼吹破了，不觉得丢脸吗？我要是你，早就尴尬的挖个洞把自己埋了，还说什么霍太太？我看你啊，是生活不如意，得了痴心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牵动嘴角，正要说些什么，老板拉着我的衣摆，瑟瑟发抖道：我说丫头，我上个厕所的功夫，你怎么把他们得罪了？拿着棍子的那位可是高氏集团总裁高启臣，这几年高家崛起，现在整个京海都是高家的，连天上掉下的钢镚都姓高。你把他得罪了，怕是得脱层皮才能走出京海了，还不快给他跪下道歉？他兴许心情好，还能饶你一条命。高启臣能让我脱层皮，这天都黑了，我竟然还能听到这种青天白日的梦话。以我宋家现在的地位，就算是霍家想动手都要掂量几分，更何况一个京海市小小的高家。我把衣角从老板手心里扯出来，示意他放宽心。高启臣，如果你是因为当年我不告而别，没有哭着求着你复合，害你在兄弟面前丢脸的话，我可以道歉。老板的摊位是无辜的，他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，靠着这个养家糊口呢。我呢，就想来京海旅个游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我和你本就不是一个世界人，希望这件事过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要再有交集。我苦口婆心，可奈何高启臣却听不进去。他下颚紧绷，用力攥着我手腕，似乎要将我骨头捏碎，眼神阴鸷道：想跟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宋清莹，你做梦！是，你的确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我知道你当初是因为自卑才不告而别，我现在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跪下求我原谅，我就考虑考虑和你复合。高启臣一说完这话，柳如雪就慌乱地站出来，拉住他的臂弯：启臣，我们都快结婚了不是吗？
他宋清莹不过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臭摊贩，而且他还是个有夫之妇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高启臣不悦挥了挥手，柳如雪被保安堵上了嘴。其实他说的不错，确实配不上，但不配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，高启臣。这话我没说出口，我怕说出来伤了他的面子。高启臣，我没工夫在这陪你们演霸总剧，赶紧叫你的人让开，我真得走了。面对他们一次次的言语羞辱，我已经够忍让了，毕竟大家同窗一场，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。站住！可高启臣却不想放过我，他的保安挡在我面前，控制住我，不许我移动分毫。高启臣缓缓走过来，陡然捏起我的下巴凑近，粗粝的指腹徐徐摩擦我的唇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说话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宋清莹，连你那个窝囊废老公都知道，在这我说的算。现在不是在学校，成绩好没用，出了社会，你这高考状元在我这也不够看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打断高启臣。高启臣，念在同窗一场，我们谈过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放我走。你要再不放我走，一会儿我的人来了，你可走不了了。高启臣闻言，扫了在场人一眼，狂妄地张开手，一脸嚣张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走不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信不信？就算我当着你废物老公的面吻你，他也是连一句话都不敢放。在这京海，更没人敢管我高启臣。我攥着手心，实在没忍住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愣住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能惹的。你说什么？有些人是我不能惹的。高启臣盯着我，一脸邪气的用大拇指擦掉唇角的血迹，不怒反笑。宋清莹，我还真就告诉你，在京海市没有我不敢惹的，就你这个废物老公，我弄死他也没有人敢对我说一个字。一旁的老板不知道高启臣误会他是我先生，却也吓得脸色惨白，颤着声劝我，丫头啊，要不你就听高少爷的，跪下来跟他求复合吧，咱们就是个普通打工族，惹不起他们的。高家在京海市手眼通天，你把他得罪了，以后吃不了兜着走哟。在场的老同学也谄媚高启臣，纷纷跟风嘲讽我。我眼神冰冷地扫过眼前一张张陌生又熟悉的脸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不参加同学聚会，什么同窗情谊，在他们眼里还没有利益来的重要。为了能够巴结高启臣，一个个不停地羞辱我。从前在学校，我隐瞒身份，处处低调，遇到事我也只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没想到在他们眼里，我倒成了一个好拿捏的软柿子。难道有钱就可以这样无法无天吗？有钱就可以羞辱别人是摊贩，是卑贱的穷人，羞辱她的丈夫吗？那以我宋家的地位，是不是也能羞辱他们？高启臣见我沉默不语，以为我妥协了，他拿出一张黑，捏着我的背心带，将黑卡加了进去。宋清莹，这张黑卡里有100万，只要你和你那个废物老公离婚，跪下哭着求我复合，然后再陪我睡一晚，把我弄爽了，弄舒服了，这钱就归你了。以前你不告而别的事，我也既往不咎，但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也只能用强制手段了。我咬着牙，此刻内心犹如被烈火燃烧，语气却依旧平静。高启臣，我看你是在自寻死路，若是被我先生知道你要让我和他离婚，你高家怕是要覆灭了。高启臣哑声低笑起来，你先生不就是废物摊贩吗？一个颠勺的厨子而已，难不成还是什么大人物？宋清莹，
看到那边那辆布加迪了吗？一辆1个亿，你那废物老公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个钱，你跟他离婚，跟我复合不好吗？听到他说这话，我莫名觉得好笑。霍山野赚的钱何止一辆布加迪，买他几百个高氏集团都够。人狂不是问题，就怕有人格局小，像井底之蛙一样，不懂人外有人的道理，也怕有人无脑跟风捧。就像这群吹嘘拍马的老同学一样，真不愧是高少爷，年纪轻轻就是全款拿下布加迪，成为京海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就是宋清莹，高总能看上你，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劝你还是感恩戴德，跪下跟高总求复合。没错，宋状元，别不知好歹。高总一辆布加迪，你和你那个窝囊废老公给人当牛做马，一辈子都赚不到这钱。那些老同学马屁越拍越起劲。高启臣沉默了，他几乎被我眼底的冷漠吞噬，心脏刺痛，他的唇抿成了直线。舒儿顶了下腮帮，自嘲笑了下。宋清莹，你就这么爱那个窝囊废吗？你今天要是不同意离婚，你信不信我废了那个窝囊废和这个摊子，让你彻底死心？彼时，我的微型蓝牙耳麦传来保镖队长的声音：霍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包围了整个夜市。闻言，我安心不少，不屑地冲高启臣一笑。我不信。高启臣被我眼神激怒，一声令下，保安砸了摊子，压住了老板。我淡定地看着这一切，老板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被误会了。他支支吾吾地要解释，却被堵上了嘴。眼看高启臣的棍子要砸向老板的后脑勺时，老同学中不知谁惊呼了一句：那是什么？整条街的灯光顷刻间熄灭，狙击手的校准器红点出现在他们脑门上，几十辆黑车浩浩荡荡驶来，众人下车列队走来。库里男同学见到为首的保镖队长，脸色一变，这不是港城霍三爷的那个退役特种兵保镖先生吗？他怎么出现在这？保镖队长缓缓走来，爱马仕女同学恭敬低头迎上前。先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前些日子听家中长辈们说，霍三爷要在京海市招标，难道说霍三爷现在要莅临京海了？什么？霍三爷竟然要来京海市招标？库里男同学偷偷瞥了眼高启臣，小声嘀咕：要是能搭上霍三爷这条线，他高启臣在京海算个屁！保镖队长拍开库里男同学的脸，滚一边去，我来接人。其他老同学立马低眉顺眼，让开一条路。柳如雪见我一动不动站着，推开架着他的保安，拿掉嘴里堵住的布，阴阳怪气地嘲讽我：哦，我算是为什么了？宋清莹，我告诉你你完了，肯定是你冒充霍太太的事情传入霍三爷耳中了，人家找你算账来了。我轻蔑一笑，不紧不慢开口：算账？借给霍山野几百个胆，他都不敢和我算账。眼看保镖队长就要走过来，高启臣一把将我扯到身后，语气略微有些慌张地呵斥我：宋清莹，你吹牛也要有个度，霍三爷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好在 X 先生说是来接人的，你冒充霍太太的事应该还没传入霍三爷耳中。我眼皮一撩，不咸不淡反问高启臣：先不说我本就是霍太太，再则就算我冒充霍太太的话传入霍山爷耳中，那又如何？高启臣脸色难堪，难得看到他面露焦急，慌乱对我说：宋清莹，你能不别吹牛了？再吹下去连我都护不住你，我让保安带你走，你先避避风头，
避风头，我轻嗤一声，有些好笑，看着高启臣。我去避风头，他们来接谁？说话间，保镖队长已经带人走到我面前，几十个人整齐划一朝我鞠躬，众人一阵哗然，脸色惨白，面面相觑。爱马仕包女同学瞪大了双眼，惊讶喃喃：“X 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这个宋清莹是我高中老同学，不过就是个夜市摆摊的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您朝他鞠躬？”保镖队长一巴掌拍开女同学，他身后一群黑衣保镖朝我高喊：“恭迎夫人！”老同学们闻言瞬间哗然，窃窃私语：“霍三爷的保镖喊宋清莹夫人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先生不是个废物厨子吗？难道说我们误会了？宋清莹的老公其实是霍三爷的保镖队长 X 先生。是啊，一定是这样，怪不得宋清莹一直这么狂，原来他男人是在霍三爷手下做事，狐假虎威啊！库里南同学见状连忙过来跟我道歉：“巴结 X 先生。”我扫了眼高启臣，冷冷道：“现在可以松手了吧？”高启臣一言不发，攥着我的手腕，力度越发紧。松手？宋清莹，你在说什么笑话？当年你一走了之，你知道老子找了你多久吗？老子 TM 把整个京海市都翻遍了。高启臣眼神阴鸷狠厉，如同一条失去理智、随时失控的疯狗。3年了，我看到同学群里你的一张照片，老子丢了300万的订单，跑归来找你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觉得老子可能放你走吗？京海市是老子的地盘，没老子的允许，谁也走不了。X 先生又如何？他不过就是霍三爷身边的一条狗，若今天是霍三爷来，我倒是畏惧几分。可他先生别人怕，老子高启臣可不怕。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们当年都亲眼所见。高启臣搂着柳如雪在包厢里激吻，还高宣称说：“你说宋清莹啊，我早就玩腻了，等找个时间我就跟他提分手。”当时包厢里宋清莹情绪崩溃，提分手还用水果刀轻生。女同学攻陷高少爷33小时，舔狗宋清莹血溅当场。这个标题至今还在学校贴吧热度不减。提起宋清莹，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她为爱轻生，是高少爷的舔狗。后来宋清莹销声匿迹，所有人都以为是高启臣厌了烦了找人干的，再见面就是在这个大排档偶遇。没想到曾经的学霸落魄到在这颠勺。有同学把宋清莹的照片发到群里，几年不参加同学聚会的高启臣丢下了100亿订单就来了。他们以为高启臣只是来看前女友笑话，来羞辱前女友的，可没想到在高启臣心里，他早就爱宋清莹入骨。保安队长听到高启臣这些大言不惭的话，冷笑了一声，用看蝼蚁一般的眼神凝着他。早就有所耳闻，京海市的高启臣高总，但没想到高总如此胆大包天，别人的女人都敢惦记。希望一会儿那位大人物来了，你也可以像现在这般站着说话。高启臣嗤笑，看着我，宋清莹这种窝囊废，靠别人借势的老公你也要，简直是个废物。若没有霍三爷，他 X 先生算个屁。保安队长笑着点了点头，眼神却泛着寒气。你说的对，若没有霍三爷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所以你若敢对夫人动手，就休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保镖队长话一落，隐藏在附近的狙击手将全部红点瞄准高启臣。高启臣笑得狂妄，丝毫不畏惧。今天要是霍三爷说这话，我一定跪地求饶。
可你不过就是一条狗而已。我高启臣还真不怕你。这里是京海市，你要对我动手，你无法活着走出京海。我笑了笑，高启臣，我想你误会了，从头到尾我可没说过 X 先生是我老公。你不是一直想见我那个窝囊废先生吗？正好他来了。直升机的轰鸣声响起，高启臣朝不远处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价格不菲黑色长款大衣，举手投足间带着几分傲气的男人走过来。这不是港城首富霍三爷吗？我才经报纸见过他，没想到真人如此惊为天人。在场所有人都被霍山野的气场所震慑，高启臣不由松了力道。我挣脱开他的手，老婆。霍山野语气温柔，神色带着几分讨好，缓缓走过来，站在前面的柳如雪一怔，撩了撩头发，一脸娇羞。这才第一次见面，就算霍山爷对我一见钟情，这么叫我老婆也怪害羞的。柳如雪含情脉脉地盯着霍山野，张开手跑过去。不过我愿意。霍山野一巴掌拍开碍事的柳如雪，单手将我搂起，转了一圈。所有老同学瞬间目瞪口呆。霍山野将我手拉到他头顶，像一只乖小狗一样，毛茸茸的发丝在我的掌心蹭了蹭，清澈亮黑的眼眸冲我眨巴了2下。姐姐，气消了吗？我错了，以后1周就做5天好不好？周末给你休息。霍山野突然瞥见我手腕的红痕，沉着脸，神色紧绷问我：老婆，谁把你手弄成这样了？我还未回答，保镖队长轻咳一声，先一步阴阳怪气出声，是京海市令人闻风丧胆的高氏集团高总高启臣。霍山野这才冷冷瞥向站在一旁的高启臣，你就是那个不知死活的高启臣，你知不知道宋清莹是我的人？我的人你都敢碰，上赶着当三啊！宋清莹，高启臣薄唇翕动打断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你真的是霍山野的妻子？那你岂不是宋家继承人？我轻笑一声，我说过的是你们看不起我，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来京海市旅游本想低调点，遇到你们这些老同学本就是意外，我也不想曝光我的身份，伤了你们的面子，谁知道你们却屡次3番的羞辱我。我摇头苦笑，老同学们闻言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有些甚至吓尿了裤子，跪着地上求饶。宋清莹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你就念在老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们吧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拿出手机把班级群退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，只是我想以后都不会和你们这群老同学见面了。我挽着霍山野的手正要离开，高启臣却拽着我衣角。1.8米大个的男人泛红了眼睛问我：宋清莹，我知道我比不上霍山野，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冷漠地扯开高启臣的手，一如当年他对我说的那样。高启臣，我早就玩腻你了。高启臣垂下手，眼眶通红，像一条抛弃的流浪狗。霍山野将我拦腰公主抱上直升机，即将起航时，他突然顶腮轻笑一声，回头居高临下凝视着跪在地上众人，眼皮微抬，懒懒丢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对了，我老婆善良心底放过你们，但是我小心眼，爱吃醋，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回到港城后，我才明白小心眼的霍山野当初丢下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这天，我在宋氏集团处理文件，秘书说楼下有一群自称是我老同学的人，电梯门一开，我就见到一群老同学跪在我面前，一个个灰头土脸的，
为首的高启臣胡子拉碴，极为颓废，一边打自己巴掌，一边道歉：“宋清莹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放过高家。”他攥着手心，唇咬出血，看我的眼神极为复杂，半晌艰难颤声道：“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喜欢你了。”我问秘书怎么回事，秘书和我解释，是霍山野在背后搞的小动作。那群老同学破产了，而高家也岌岌可危。这个爱吃醋的霍山野可真有他的。我抓着高启臣肩膀，正准备扶起他，就听到霍山野阴沉的声音传来：“高启臣，你要是敢让我家姐姐扶你，那高家可就要一夜覆灭了。”高启臣闻言，吓得急忙躲闪我的手。我回头就见 X 先生带着一群保镖走来，人群中间的霍山野黑着脸，气鼓鼓的，像一只炸了毛的小狗。我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，对霍小狗劝道：“霍山野，他们对我并没有人身伤害，算了吧，你放过高家，放过他们吧。我和他们至少同窗一场。”霍小狗一言不发，大手一挥，那群保镖堵住了老同学和高启臣的嘴，不顾他们挣扎，将他们拖了出去。随后，霍小狗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。我急忙跟上，一路上我好赖话说尽，可霍小狗就是不理我。平日里一到家，霍小狗都抱着我在客厅沙发上腻腻歪歪一阵，可今天它却跟下颚线紧绷着，任由我撩拨它都一动不动。我不过是想劝他放过那群老同学而已，也不知道霍小狗哪里来那么大的气性。我凑过去，手指在霍小狗下巴挠痒痒，好声好气哄着问他：“霍小狗，生气啦？”霍小狗冷哼一声，绷着脸侧过身，不看我，也不跟我讲一句话。我家族公司虽比不上霍山野，但好歹也在全国排前3。或我有些无措地靠在沙发上，想要搜索手机，想办法。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是京海市的陌生号码。我拿着手机，有些犹豫地看向还在黑着脸的霍小狗。霍小狗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接通电话。他漆黑的瞳仁如狼似虎，紧紧盯着我，压迫感十足。宋清莹，是我。若那天在京海市，我知道你是霍三爷的人，我绝不可能对你做出那一切。算我求你，你能不能劝劝霍三爷放过高家？高启臣声音传来。霍小狗皱了皱眉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劝他的。霍小狗听到我说的这句话，彻底黑了脸。我慌张地把电话挂了，把手机随意扔到沙发上，头靠在霍小狗的腹肌上，抬眼撒娇哄着：“霍小狗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我就答应你以后周末也不休息，1周7天好不好？”话音刚落，霍小狗一把将我拦腰抱起，朝浴室走去。他把放在浴缸里，暴力撕扯开我的裙子。他的肩膀碰你手了？还没等我回答，双手就被霍小狗攥着按在了头顶。他力气很大，我无法动弹。霍小狗忽然凑近，耳垂传来密密麻麻电流般的疼和酥酥麻麻难抑的痛感。姐姐，你知不知道你扶那个谁的时候，从我的角度看，你好像在亲他。我真的好生气。霍小狗松开我的手，鼻息温热顺着我的耳垂下移游离，我的身体条件反射一般，不禁战栗抖动。姐姐，以后乖一点好不好？我见不得你为别的男人说话，我会吃醋。霍小狗的声音有些委屈，眼眶、鼻尖、耳根红彤彤的，眼睛也瞬间湿润润的，看起来可怜巴巴的样子。我咬着唇，抑制喉间的喘息，耐着性子哄着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
霍小狗，你要让高家覆灭，我也不阻止你了，只要你高兴就行，好不好？霍小狗眼睛又重新恢复亮晶晶的，脸上也有了笑意，不再冷着脸。好，不过姐姐之前说的话要算数哦，说好的1周7天，周末不休息哦，不许赖账。我抓着霍小狗毛茸茸的发丝，仰着这头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放心，我说话算数，不会赖账的。霍小狗抬头，撑着手起身，吻上我的唇。姐姐，我真的好爱你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